青岛真的非常的特别，看着身边的建筑物，以为自己人在欧洲，但一转眼又回到了中国。尤其是当夜晚霓虹灯亮起之后，根本觉得人在欧洲迪士尼乐园，但一回头又瞬间回到充满锅气的华人夜市，非常错乱。然后要来挑战这个有阴茎鱼之称的海肠料理，再看这个外表，我都快吐。吃看看青岛特有的喷汁海鲜水饺，跟台湾的猪肉水饺完全不同哦。最后还要吃看看王小明的爱店王姐烧烤。欧洲，我现在人在青岛。青岛被德国跟日本统治过，这边的建筑物跟食物都非常的特别。让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吧。走到路口很难不被这大牌红字吸引。原来这条就是青岛大有名的中山路。这条路竟然是1897年德国时期被规划好的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喽。路上居然保留了70多处20世纪留下来的古迹跟德式建筑，这种红砖绿树配上欧洲老房子的街景交织在一起，随便一个转角看过去，真的会让人以为身在欧洲的错觉。走着走着，发现这边有个 Q 版的肯德基爷爷，听说这是必拍的打卡景点喽。一转过来，这家店非常有迪士尼乐园的风格，整个有玩具总动员的 feel。这家店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宫崎骏主题文创，到处都是无脸男周边，绝对会让人少女心大爆发。哇，终于到了青岛大名鼎鼎的圣尔格尔天主教堂，是德国在1934年盖好的。现场看这个双塔，真的会被震撼到，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一秒穿越了欧洲。而且教堂旁常常还变身为超有气氛的欧式文创市集，卖着文创的小物，非常酷哦。这间王姐烧烤是青岛传奇级的烧烤老字号，听说连黄晓明每次回青岛都一定要特别跑来吃。排队的人真的超级多超级乱，根本不知道怎么排，只能乱挤进去先。而且点餐的大叔我觉得真的非常酷，根本就是烧烤界的小马哥。我要点餐是直接刷这个吗？对，你要啥？一个鱿鱼串，一串五花肉，一串里脊肉，26。要怎么刷这个付吗？一个五花，一个里脊。我的是鱿鱼串，里脊肉，你的五花肉，26，就这样。这样子有了吗？啊，2个爪，谢谢。2个鱿鱼，2个爪。2鱼2爪的。在这点了吗？在这吃吗？对，直接吃啊，直接吃啊。OK。吃完这个要拿去哪还？吃完了放个地方。好，谢谢。1986年啊！哇靠，这个油脂直接在嘴巴里爆开。你看这个五花肉，皮烤的跟饼干一样酥脆，肥而不腻。瘦肉的部分吸满了孜然的香气，越嚼越香。哇，接下来你看这个鱿鱼，根本是鱿鱼界的巨无霸。老板把它烤到焦香，再刷上咸甜辣香的灵魂酱汁，一口咬下去，太脆太弹牙了，整个都是现捞海鲜的口感啊。接下来我们到青岛现在晚上最热闹的潮流地标上街里四方路，我觉得这里根本就是夜晚的青岛迪士尼了。不过别看这里现在那么潮，这里其实是青岛非常有历史的梨园改建而成，一边是超现代的霓虹灯加潮流工厂，一边却是100年历史的古老建筑。青岛人就是住在这个中西合并的老，那种新旧碰撞的视觉真的很奇妙。接下来这家双河园是水饺界里的大魔王，厉害的地方就是把各种海鲜直接塞进水饺里，吃的时候鲜甜的汤汁会直接在嘴里爆开。你看看挂了那么多勋章，排队人潮那么恐怖，就知道我没有在胡乱吧。一走进店里，我直接傻眼，这哪是水饺，这根本是把整个海鲜市场直接搬进来了吧？餐厅环境还蛮干净明亮的，但一直会有人在收桌，因为一堆人在外面嗷嗷待。然后这边还有小番茄，还有爆米花可以无限使用。最特别的是这边还有青岛特有的崂山可乐，一定要试试看哦。点了一桌菜，先来吃好吃的海鲜水饺，再来挑战恐怖的海肠料理咯。这个长得像阴茎的阴茎鱼，真的能吃吗？好恶心，我都快吐了。店员说要按照白黄黑绿的顺序来吃。你们刚刚是说这个水饺要先吃什么再吃什么？白色的、黄色的，然后黑色的、绿色的，白黄黑绿。为什么要这样吃？因为这样它口味由淡到重，然后层次感会比较好。白黄黑绿。OK， 谢谢。好吧，先来吃看，白色里面应该是炸鱼。没有弹性，软软松松的，这我还好。
白黄黑绿。好，下一个吃一看黄色的。真的黄色的是用南瓜汁做成的外皮，里面有虾仁，像脆瓜的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还有猪肉。这个就不错，虾仁很 Q。黑色的墨鱼水饺，表皮黑黑的，当然是天然的墨汁做的，这是人气王，试试看哦。里面是天然墨鱼，加上一点韭菜跟猪肉混合而成。其实鲍鱼就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台湾不太会有。鱼肉毕竟比较松，就没有猪肉的那种口感。就是绿色的，这个是最经典，表皮是用天然的菠菜汁做成绿色的外皮，里面红红的，长这么大没吃过黄花鱼。这个口感跟这个味道我们不太喜欢，吃不太习惯。青岛老灵魂海鲜水饺一定要来吃吃看哦！不同饼皮，不同内馅，口感相当独特。也别忘了按照白黄黑绿的顺序吃哦。来青岛必点的海草饭，你光用闻的都可以闻到它的香气。吃起来就是很厉害的卤肉饭，但是你可以吃到那个海棠已经卤的非常入味，因为海棠口感好特别，咬上去你可以觉得很清脆的，就脆滑脆滑的，完全没有肠子的味道，因为它就是跟牛肠、猪肠不一样。但是这里面还加了韭菜，可以吃到韭菜香香的味道，很脆、清脆、香香的味道。整个饭搅拌之后非常入味，非常好吃。来青岛必点啊！来吃看这个青岛大排，表情已经炸得非常酥脆了，那肉还是很 Q， 很软嫩，很好咬，而且猪肉在嘴巴里越嚼越香，好吃。吃饱了想出来散散步，但怎么发现这边有点魔音川呢？需要快点跑！哇，这边有个巨大蓝色兔子身姿公仔，这其实是一家布兰兔的植物精油馆，它是全中国都非常有名的文创香氛品牌。店里布置得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一样，非常梦幻哦。那我一个臭男生来这里，实在对精油没什么兴趣喽。接着大老远就看到这个糖葫芦老艺人铜像，他的糖球据说有100年的历史，但其实都没看到什么人吃的喽。青岛人真的很狂，把西式浪漫和中式国旗合并在同一条街上。左手边，大家坐在古典欧式建筑下喝咖啡，整个像在欧洲度假。转个头看右手边，风格瞬间切换，满街都是食物的香气和排队的人潮，瞬间又把你拉回热闹的华人夜市。顺着香气走过来，我突然看到这家青岛海蛎煎，跟台湾的蚵仔煎有点像，煎的酥酥脆脆的感觉。看到这个真的没办法忍，说什么都要点一份来跟台湾的蚵仔煎正面对决一下。啊？你说海蛎煎，海蛎是什么？海蛎就是生蚝的小时候。生蚝的小时候。哎，对了。哦。这回明白了吧？那我要一个虾仁海蛎子双拼。吃吃看喽，表皮非常酥脆，内馅却非常 Q 弹，还咬得到非常有口感的虾仁哦。生蚝的小时候啊，还不错，可以吃吃看喽。但可惜蚵仔有点少就是了。前头看到圆滚滚的猫咪公仔，拿着青岛啤酒挂着领带，就像下班后不想回家的我本人。这家店主要是卖猫咪主题的手工陶瓷跟文创小物，温暖的红砖墙配上这些可爱的设计，让整条街的气氛都变得 chill 了起来。大家记得一定要来这边买个纪念品回去哦。像我就非常后悔没买这个杯子。想更多青岛必吃美食、必去景点吗？可以点右上角这一集，看看超文青与鱼香。